听故事学中文，一起走进中国。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小华，我是小文。我今天早上又买奶茶了，这已经是这周第4杯了。看来你真的很喜欢喝奶茶啊。对啊，我发现不只是我，在中国的年轻人好像都特别爱喝奶茶，走在街上到处都是奶茶店，排队的人特别多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喝奶茶，还有中国饮品文化的一些变化。太好了，我正想了解这个。那我们先从奶茶本身说起吧。小文，你平时都喝什么口味的奶茶？我最喜欢喝珍珠奶茶，还有芝士奶盖茶也特别好喝。对了，芝士奶盖是什么意思？好问题。芝士就是 cheese 奶酪的意思，奶盖就是在茶上面加一层厚厚的奶油泡沫， taste 就像奶酪一样咸咸的浓浓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现在奶茶的口味真的非常多，除了你说的珍珠奶茶、芝士奶盖，还有水果茶、烧仙草、杨枝甘露。等一下，烧仙草是什么？听起来很神奇。烧仙草是一种传统的甜品饮料，仙草是一种植物，把它煮成黑色的果冻状，加上奶茶或者甜汤，再配上花生、红豆这些配料。听起来很特别。那杨枝甘露呢？杨枝甘露是用芒果、西柚、椰奶做的甜品饮料 taste， 又甜又清爽。杨枝是一种植物的枝条，甘露就是 sweet drink 的意思。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有诗意，对不对？对，中文的名字真的很美。那现在有哪些有名的奶茶品牌呢？品牌就太多了，比如喜茶、奈雪的茶、茶颜悦色、蜜雪冰城，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特点。我知道喜茶，他们的店装修得特别漂亮，每次去都要排很长的队。没错，喜茶走的是高端路线，一杯奶茶大概要20到30块钱。他们特别注重经常推出新口味，包装设计也很时尚。那蜜雪冰城呢？我看他们的店更多。蜜雪冰城走的是平价路线，平价就是 price， 很便宜的意思。他们一杯奶茶可能只要5到10块钱，所以特别受学生欢迎。原来不同品牌有不同的定位。对，茶颜悦色是长沙的品牌，他们用中国传统文化做设计，杯子上画着古代美女，名字也很古典，像幽兰拿铁、生生乌龙这样的，好有文化的感觉。那奶茶在中国发展了多久？这个要从历史说起了。其实真正的奶茶最早来自蒙古和西藏地区，那边的人喝的是用牛奶或羊奶煮的茶，味道比较咸。咸的，现在的奶茶都是甜的啊。对，现在我们喝的甜奶茶主要是从台湾传过来的。大概在1980几年，台湾开始流行珍珠奶茶。珍珠就是那些黑色的小圆球，那些 QQ 弹弹的小球我很喜欢，它们是用什么做的？珍珠是用木薯粉做的，木薯是 tapioca 一种植物，把木薯粉加水揉成团，切成小球，煮熟之后就变得很有嚼劲。我们说有嚼劲就是 chewy 的意思。原来是这样。那珍珠奶茶什么时候传到大陆的？大概是90年代中期到2000年左右。刚开始是一些小店卖，用粉末冲泡的，味道比较简单。到了2010年之后，奶茶开始升级了。怎么升级？首先是用料更好了，以前用奶精，现在用鲜奶；以前用茶包，现在用真正的茶叶泡茶，然后加入各种新鲜水果、奶油、奶酪，做出很多创新的口味。怪不得现在的奶茶这么好喝。那现在奶茶在海外发展的怎么样？发展的非常快，特别是在美国、加拿大、欧洲、东南亚这些地方，很多中国的奶茶品牌都开到国外去了。真的吗？我在美国的时候也看到过一些奶茶店，但是没有中国这么多。是的，在海外喝奶茶已经变成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了，特别是年轻人，他们觉得奶茶很有趣，也很适合拍照发到社交媒体上。对，奶茶店的装修和杯子设计都很适合拍照。没错，这也是为什么年轻人喜欢喝奶茶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奶茶不只是一种饮料，它还是一种社交工具。社交工具，这个怎么说？你想想，朋友见面的时候，经常会说我们去喝杯奶茶吧，买奶茶、拍照、发朋友圈，这已经成为年轻人社交的一部分了。确实是这样。
我和朋友约会，经常就是去奶茶店坐坐，聊聊天儿。而且奶茶店的环境通常都很舒适，可以坐很久，价格又比咖啡店便宜一些。说到这个，我有个问题，中国人传统上不是更喜欢喝茶吗？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更喜欢喝奶茶呢？这是个很好的观察。确实，中国有几千年的茶文化，传统的中国茶是不加糖、不加奶的 ，taste 比较苦，讲究品茶的过程和意境。对，我见过一些长辈泡茶，用很小的杯子慢慢喝，很讲究的样子。没错，传统喝茶需要时间，需要静下心来。但是现在年轻人的生活节奏很快，工作压力大，他们更需要一些甜的、让人开心的东西。所以奶茶的甜味儿能让人心情变好。对，甜食能让大脑分泌多巴胺，让人感到快乐。而且奶茶可以边走边喝，很方便，符合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。这样说我就明白了，那传统的茶文化现在还有人传承吗？当然有，其实很有意思。现在的奶茶正在把传统茶文化和现代生活结合起来。比如很多奶茶用的是真正的茶叶，像乌龙茶、茉莉花茶、铁观音。等一下，这些茶有什么区别？好问题。中国茶主要分6大类：绿茶、红茶、乌龙茶、白茶、黄茶、黑茶。绿茶比较清淡，红茶味道浓一些，乌龙茶介于中间。原来有这么多种类。对，每种茶的制作方法不同，发酵程度不同， taste 就不一样。现在的奶茶店会用不同的茶做底，做出各种 flavor。所以年轻人喝奶茶的时候，其实也在接触传统的茶文化。可以这么说，这是一种创新式的传承，把传统的东西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呈现出来。真有意思。那除了茶和奶茶，中国人还喜欢喝什么饮料？这个变化就大了。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看中国人饮品的变化。好啊，我很想了解。最早也是最传统的就是白开水。白开水就是 boiled water 烧开的水。中国人有喝热水的习惯，这和西方很不一样。对，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很不习惯，在餐厅吃饭，服务员总是给我倒热水，不给冰水。这是中国的传统观念。中医认为喝热水对身体好，特别是对肠胃好。中医是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的意思。我听说中国人觉得女生要多喝热水，这已经变成一个网络梗了。当女生说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如果男生只会说多喝热水，会被认为不够关心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建议太笼统了，不够有针对性。但是从健康角度来说，喝温水确实对身体比较好。明白了，那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普及的？茶在中国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。从唐代、宋代开始，喝茶就成为一种生活方式。古代文人喜欢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写诗，听起来很优雅。是的，到了现代，特别是中老年人还是很喜欢喝茶，他们会用茶杯泡茶，或者用茶壶功夫茶具泡茶。功夫茶是什么？功夫茶是一种泡茶的方法，用很小的茶壶和茶杯一次泡一点点慢慢品。功夫在这里是指 skill 和 time， 表示这种方法很讲究，需要技巧。原来是这样。那西方的饮料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？主要是改革开放之后，大概是80年代。可口可乐是1979年重新进入中国市场的，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。为什么说重新？因为可口可乐其实在1920几年就进入过中国，但是后来因为历史原因退出了。1979年重新回来，是第一个进入中国的西方品牌。那时候中国人喝可乐是什么感觉？非常新奇，很多人第一次喝觉得又甜又刺激，那种碳酸的感觉很特别。在80年代、90年代，可乐算是比较高档的饮料了。现在呢？现在已经很普通了，超市里到处都有，价格也不贵。除了可乐，还有雪碧、芬达这些汽水。汽水就是 carbonated drink 的意思。那果汁呢？果汁也是从80年代开始流行的，最早是进口的果汁，后来中国也开始生产。比较有名的品牌有汇源、农夫果园这些。中国人更喜欢什么口味的果汁？橙汁最受欢迎，还有苹果汁、葡萄汁。最近几年 freshly squeezed juice 也很流行，就是现场榨的鲜果汁。
对，我在商场里经常看到那种 fresh juice 的店。是的，年轻人现在更注重健康 ，prefer 天然的新鲜的果汁，而不是那种 packaged juice。那咖啡呢？中国人喝咖啡的历史长吗？不算长，咖啡真正在中国普及是在2000年之后，特别是星巴克进入中国，带动了咖啡文化。现在中国的咖啡店也特别多。对，特别是在大城市，除了星巴克，还有很多本土品牌，像瑞幸咖啡、Manner Coffee 这些，价格比星巴克便宜，也很受欢迎。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很多中国年轻人喝咖啡会加很多糖和奶。你观察得很仔细，确实，中国人更喜欢喝甜的咖啡，像拿铁、摩卡、焦糖、玛奇朵这些，很少有人喝纯黑咖啡。这是为什么？我觉得和饮食习惯有关。中国的传统饮食不太有 bitter taste， 所以很多人不习惯咖啡的苦味。加糖加奶之后 ，taste 更容易接受。明白了。那中国的饮品和西方的饮品有什么主要区别吗？区别还是挺大的。首先，温度不同，中国人 prefer warm or hot drinks， 西方人更喜欢 cold drinks。对，这个我特别有感觉。在美国，餐厅都会给冰水，但在中国都是热水或者温水。是的，第二个区别是中国人更注重天然和健康，比如中国人喜欢喝茶、豆浆、酸奶这些相对健康的饮品。等一下，豆浆我还没喝过，那是什么？豆浆是用大豆磨成的 drink soy milk。中国人早餐经常喝豆浆配油条吃，听起来很特别，我要试试。你一定要试。豆浆有甜的和咸的两种，甜豆浆就是加糖，咸豆浆会加酱油、醋、榨菜 ，taste 很独特。咸的豆浆，这个太 interesting 了。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习惯。第三个区别是，中国的饮品 often 跟吃的东西搭配在一起，比如喝茶配点心，喝豆浆配油条。对，我发现中国人吃火锅的时候喜欢喝酸梅汤。没错，酸梅汤是用乌梅、山楂这些做的 traditional drink taste， 又酸又甜，可以解腻。解腻是指 reduce the greasy feeling 的意思。原来是这样。那除了酸梅汤，还有其他传统饮料吗？有很多，比如凉茶，这是广东地区的特色饮品。凉茶不是 cold tea， 而是一种 herbal tea， 用各种中药材煮的 believe 可以清热降火。什么是清热降火？这是中医的说法。热和火是指 body heat。When you eat too much spicy or fried food， 身体会有火气。凉茶可以 help to cool down。哦，明白了。但是凉茶是苦的吗？大部分是苦的，所以很多人不太喜欢。但是广东人觉得良药苦口，苦的才有效。良药苦口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一个中国成语，良药是 good medicine， 苦口是 bitter taste， 意思是 good medicine tastes bitter， 用来说明对你有益的东西 sometimes 可能不那么 pleasant。 这个成语很有道理。那现在年轻人还喝凉茶吗？不太多了，年轻人更喜欢甜的饮料。不过有些凉茶品牌，像王老吉、加多宝，他们做的罐装凉茶加了糖 ，taste 没那么苦，反而卖得很好。我在超市看到过，那红色的罐子。对，而且他们的 marketing 很成功，把凉茶定位为预防上火的饮料。吃火锅、吃烧烤的时候喝一罐，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。有意思，所以传统饮料也可以通过创新吸引年轻人。完全正确，这和奶茶的发展是一样的道理，保留传统的核心 ，but 在形式和 taste 上做调整，符合现代人的需求。那你觉得未来中国的饮品会怎么发展？我觉得会有几个趋势。第一是更注重健康，现在很多奶茶店推出低糖、无糖的选项，还有用代糖的。对，我点奶茶的时候经常选3分糖或者5分糖。是的，第二个趋势是个性化，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甜度、冰度、配料 ，customize 自己的饮料。这个我特别喜欢，可以去掉不喜欢的，加很多喜欢的配料。没错，第三个趋势是文化 fusion， 把中国的茶文化和西方的咖啡文化结合，创造出新的东西。比如现在有茶咖，就是 tea 和 coffee 混合的饮料，听起来很奇怪，但是味道 surprisingly good。我还没试过，下次一定要试试。还有一个趋势是关注 sustainability， 就是可持续发展。
现在很多人开始注意环保，用自己的杯子去买咖啡或奶茶，减少塑料垃圾。对，有些店如果你自带杯子，还会便宜1-2块钱。是的，这些都是很 positive 的变化。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，你自己最喜欢喝什么？我平时工作的时候喝茶，放松的时候会喝奶茶或咖啡。你呢？我还是最喜欢奶茶，特别是那种有很多配料的珍珠、椰果、布丁一起加。听起来很丰富，不过要注意不要喝太多，毕竟糖分和热量都比较高。我会控制的，不过偶尔喝一杯，心情真的会变好。这就是饮品的魅力，它不只是解渴，也是一种享受生活的方式。说得对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对，我们今天聊了奶茶的流行、中国饮品的变化、茶文化的传承，还有中西方饮品的区别。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对中国的饮品文化有更多了解。如果大家想深入了解某个话题，比如茶文化或者咖啡文化，我们可以 later 做专门的节目。好主意，那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听。拜拜，记得去喝杯你喜欢的饮料。好的，再见。